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脖子是不是3天2头就会难受？脖子只要随便的一转就会咔咔响声，而且呢，只要脖子一不舒服大脑袋就会显得特别的沉重，无处安放。我告诉你罪魁祸首就是你的颈椎曲度出现了问题。我简单给你讲一下原理，你就明白了。我们的颈椎正常是有一个向前的凸起，形成一个小的 C 型弯，我们称之为颈椎的正常曲度。在这个曲度之下，你的颈椎受力是非常均匀的，从颈椎中穿过的椎动脉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挤压，你头脑的供血就会非常的好。而一旦这个曲度的逆线遭到破坏，我们看这张图的对比你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颈椎头在这里，重力向下，曲度形成一个很好的缓冲点。这个呢是不正常的颈椎，头在这里，重力向下，全靠肌肉承受头部的重量，久而久之你的肌肉劳损粘连僵硬你的骨骼也会因为受力不均匀而产生增生，向上的供血通道呢也会出现问题。看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颈椎不好的根源。那么接下来我帮你制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将会重新塑造你的颈椎。第一个就是加强颈椎后侧肌肉的锻炼，比如仰头抗阻力训练。首先，双手抱头向前方持续施压，头部做对抗的向后运动。这个动作对颈后肌群针对性强，没事就可以练习一下。还有一个动作也非常的好，叫做空手后抓，可以梳理整个脊柱力线，帮助肩颈回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30下为一组，一天做上2到3组。颈椎后侧的强化是固然重要的，但是还有一点更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提及过。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久坐族，长期低头玩手机，伏案工作，坐姿不正确，这些行为都会持续的对你的颈椎造成伤害。必须规避这些行为提前做好预防，才能让颈椎在问题严重之前有恢复的可能，否则呢都是无用功。就好比咱们的膝盖，当它产生疼痛信号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注意，直到半月板开始出现损伤了，这个撕裂了，无法修复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我建议颈椎不好的人想要一劳永逸去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配上一个支撑性足够好的按摩枕，避免低头、歪头等各种问题影响颈椎。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12式。这里面的每个动作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由内而外的打开全身的经络，同时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杂质越来越少，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道家的长寿步。老古话说筋长1寸，寿延10年。想要长寿又健康，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打开我们的经络，拉开我们的筋。为什么古人会这样说呢？古人通过观察发现但凡是长寿的老人，他们的四肢灵活度能打得非常的开，也就是说四肢非常灵活。同时观察他们的手，观察他们的脚，发现越有力气的人，他们的手脚呢就越红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其实原理非常简单。我们身体是一个气血的大循环主要的原动力是在于我们的心脏。手掌和脚掌是位于我们气血的最远端。我们的手掌越红润，证明着我们的气血循环越好；脚掌越红润，也同样是一个道理。所以，当我们的手和脚红润了，就证明我们的气血通了，我们的手和脚就更加的有力气。所以呢，今天这个长寿步就是专门去灵活我们的四肢，打开我们身体堵着的地方，让我们的气血更加的通达，更加的顺畅。每天去走上一个50步，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延年益寿。好了，现在我来开始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动作。首先咱们来讲一下动作。这个拉筋步分为2步，一个是手上的动作，一个是脚底的动作，分别拉的是我们整个上半身和下半身。所以呢，它里面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看。我们把动作拆解开来，第一个就是大家把手跟我一样这样摆好这个姿势非常简单，你看就这样去摆好这个姿势，手掌朝前，5指并拢把这个姿势摆好。然后呢，把它摆好以后，我们再看腿。腿是什么呢？只要去做一个箭步蹲你看脚往前一迈，然后身体下压压的时候呢，你注意我的后脚的脚后跟是不能离地的不能说你身体一向下，脚后跟离地了，后腿弯了不行一定要把后腿绷直，身体往下压，脚后跟贴地。跟着我做的这个朋友呢，就能感觉到你看我身体一往下压，
大腿的内侧、前侧，包括后侧、小腿，全都把经络给拉开来了。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奇妙之处。然后我们要配合手上的动作啊，手上的动作和脚底一起配合去完成这个动作。手往前，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你看，比如说我是右手的手指朝上方啊，然后呢，我就要迈我的左腿，大家看，把手打开啊，你看回啊，然后呢，我们再练习一个基本步，你看。右腿朝前，左手手指就朝上。大家看啊，你看2，啊，后面脚后跟不能离地，啊，我们手指在往上顶的时候啊，你看你要明显的能感觉你的胸廓被拉开，同时啊，手掌上面有一阵微微酥酥的感觉啊。我们再把这个动作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走一个完整的，先把手啊摆好。现在我的是右手朝上，所以我们迈左腿，你看来，保持住。慢慢的起来，好，转2，好，回。我这里呢，因为我在往前走啊，可能会出了这个屏幕的一个范围了，所以呢，我只能简单的从后往前给大家演示。大家做的时候，找一个稍微空旷一点的场地，把这个动作啊练一练。手朝上，来看，1，动作啊不要急，慢慢做，好，转，来走，2。啊，你能感觉到你整个人啊被拉得非常的紧啊，包括我们的胸啊，包括我们的膀子啊，包括我们的腿部啊，都非常的紧。然后接着来走，啊，非常的舒服啊，再反过来转一圈，来走，啊，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啊，非常的好。这个动作啊，无形之中就把我们身上的经络啊全给拉通了，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每天走上一个30步到50步，不仅啊强壮了我们的大腿，锻炼了我们的大腿，更能够拉开经络，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好了，这个动作啊分享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这个动作其中的原理，以及这个动作很多朋友跟着练了以后也反馈出不错的效果。我们每天啊一定要坚持的把这个动作啊去练一练，这样的话才能充分的打开我们的经络。当你的身上经络打开了，关节灵活了，不堵了，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啊就变好了。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12式，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气功养生。今天我教大家一个道家非常珍贵的方法，叫做脾胃金刚令。它和以往啊我们见到调脾胃的方法都不一样，它是通过道家的一个手势去引导着气，运化着脾胃。这个动作啊非常神奇，人人啊都可以去做，而且人人做完以后啊都能得出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我们把这个手势做好了以后呢，放在我们的肚子当中，自然而然的你能感觉到你的脾胃运化加速了。很多朋友还会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啊咕噜咕噜啊直响，一会儿啊就想往厕所去跑。为什么呢？身体当中的浊气啊通过气的一个运化排出来了。那么这个动作啊其实非常简单，也非常好运用。只要你看过我们之前讲的第1节课程，学会气的一个感受，都能做出来。现在我来先教大家这个手势怎么去做。首先我们把小拇指这样扣在一起，然后呢大家注意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的无名指啊是点在我的大鱼际和小鱼际的中间，劳宫偏下一点，尽量去往后靠一点啊。大家注意看，这样做好了以后，看我的手这样点着啊，点着大鱼际和小鱼际之间，中指扣啊，食指扣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啊这样的一个姿势。好，然后呢，这里重要的一点来了啊，我们大拇指靠后啊，就左手大拇指在后面，然后呢，右手的大拇指在前面。大家注意看啊，这是我的左手大拇指是靠近我身子一侧的，贴上去，右手大拇指啊靠前，形成一个这样的手势。大家仔细看一下啊，从我的这个正面啊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手势。我们现在手势已经结好了，这个时候我来告诉大家。我们的4个手指啊，都要往回发上2分左右的力，就是微微的往回发力。比如说我是个手势啊，你看结好了以后啊，你看往回发上2分的力啊，往回用劲。然后大拇指呢，双手大拇指啊是往下压2分的力啊，所以呢，你手势结好了以后还不算完，还要把每个这个力啊，你要搞清楚啊，有一些互相发力的感觉啊。手势结好了以后。好，有了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开始把这个动作啊对准在我们肚脐上方啊，就这样，
大概的位置是哪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大概在这儿啊，大概在这儿。好，对上去了以后，我们开始准备。好，保持住，慢慢的把小腹往内收，啊，就这样。然后眼睛微微的闭上。好，去寻找什么样的感觉呢？非常重要，这里啊，就是我们之前拉气的感觉，啊，就是自己拉气的感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这个时候，这种感觉啊，会在你双手之间和我们的肚子之间传导啊。手势先打好，然后放在这里，眼睛闭上，心要静。好，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一股气从我们的手上往肚子之间跑，这个时候重点就来了啊！我们要把这个气啊，慢慢的往下去引，引在我们的肚脐上。好，把手再贴近我们的肚脐，小腹内收，保持住3分钟左右。啊，2到3分钟，逐渐的感觉这个气啊往里面去窜，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个顺时针的一个旋转啊，右上吸气，左下吐气，右上吸气，左下吐气。其实这个动作啊，它在做的时候，当你引气从我们的这儿到这儿啊这一段距离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很多朋友啊敏感一点的，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啊开始咕噜咕噜叫了。记住了，这个方向一定不能搞错，你千万不能上来啊就把这个手势对准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啊，不能上来就把这个手啊对准着我们的这肚脐，一定要把这个手啊把这个印你看结好了以后。对在我们的一个胃部，然后慢慢的往下走到引气到肚脐，然后保持3分钟，让气啊往里面去走。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3分钟左右就开始能感觉到肚子里面开始有咕噜咕噜响了，甚至能感觉到这个自己的脾胃开始运化了，然后开始帮助它、协助它来上吸，缓缓下去吐，下吐，上吸，下吐。就这样如此反复，我们去做上一个10下到20下，整个过程加在一起5分钟，这就是脾胃金刚令。其实它的核心是在于我们的手势，在于我们的气感，引气往下走，进行一个脾胃的一个运化啊。就这样，你做完以后，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小腹当中啊胀胀的、热热的。然后你只要经常做，气感越来越强，你会发现这个小腹当中啊非常的舒服，暖洋洋的一片。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脾胃金刚令啊就练好了。我们坚持啊正常去运化一个15天为一个基础啊，做上15天以后，休息个10天到20天，再做上15天。这样的话呢，你的脾胃会一层一层的强化，而且在做上3到5天左右，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你的脾胃运化好了，很多地方都能改善。比如说身体啊更有劲了啊，吃东西啊消化吸收更好了啊，这个肠胃出来的一些东西啊变得更加结实了，不像原来那么稀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改善。好了，今天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看完道家气功有所收获，并且把今天的这个内容转发收藏起来啊！这个内容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会的人啊基本上很少。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不好的人一定要去多关注一下自己的骨盆。我们骨盆啊可以说是整个脊柱的一个地基啊。这个骨盆呢，如果说出现了歪斜，打个比方来说啊。我的骨盆啊往一侧歪，就像我的腿一样啊往一侧歪，你看我的身体啊也会被动着跟着歪，而且还会旋转。那么如果我骨盆回到一个正位啊，像现在这样，那我的身体啊自然而然就直起来了。很多人啊，他这个腰部啊左右两侧受力不匀啊，张力啊异常，就是因为他的骨盆上面这个地基啊出现了一些歪斜，甚至有些朋友有一些旋转。今天呢，我教你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很好的啊打开我们的一个骨盆啊，让我们的骨盆回归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还能灵活我们的一个底下啊，让我们的整个腰部啊变得更轻松。这个动作非常好，值得大家每个人啊把它收藏下来，经常练习。同时做完以后感觉舒服的啊，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我们话不多说啊，直接来讲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咱们先说一下姿势啊，双脚脚底啊把它并在一起。手呢抓住2个脚的脚背，然后此时呢，我们需要把我们整个后背啊，你看直立起来啊，你千万不能做的时候整个背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就不行，直立起来啊，腰部尽量保持直立啊，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好 ，OK， 你这个动作的姿势啊，把它完成好啊，动作就已经完成了90%了。现在我们来开始讲动作，来，
姿势做好了以后呢，你看把腿啊向两侧打开，有的人他比较紧，他腿是这样的，没有关系啊，你只要让它自然的往下就可以了。好 ，OK， 把这个姿势做好了以后，你看腿开始动，好，配合吸气，吸，吐，缓慢的吐气，腿来回的动起来，哎，然后身体背部核心全部啊把它绷紧啊。这个动作有很多朋友问，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其实它真正的一个奥秘啊就在背后。我反过来给大家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一下我手摸的这个位置。好，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啊，我手摸的这个位置，一会儿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看到没有？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骨盆位置。我们把这个腿的一个旋转运动，它其实是带动着我们骨盆做了一个来回左右的一个运动。啊，慢慢的在动中求正啊，把我们的这个骨盆啊回归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同时，你看像蛇一样，把我们整个腰椎的一个关节啊给它灵活到，我们就这样去做。我相信看到这里的朋友们啊，应该都能理解这个动作了啊。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很多一些朋友常犯的错误啊。那很多人呢在做的时候，他比较紧，他就手啊抓不到这个脚背，怎么办呢？我们抓足踝一样啊，腰背挺直。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脚背要靠在一起啊，然后来动起来，啊，一样的，左右晃动啊，你可以甚至一个手啊放在你的腰部去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你的脊柱发生的律动，啊，就这样，啊，这个动作啊，每天你就晃上一个100下左右啊，做完以后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腰，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啊，而且这种舒服啊，你会感觉这个腰啊非常轻松，就像没有了一样。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